这北冥尘去哪儿了？慧熙，伏羲闻声看过去，见北冥尘毫发无伤站在树下，心里的紧张消失了。狗男人，接受我居高临下的姿势吧，真想一脚踩在你头上，让你唱征服，想想就美滋滋的。北冥尘黑脸了一些，你快下，小心摔。摔字还没说完，伏羲脚下树枝咔嚓一声断裂，那些护卫抬着一只五花大绑的老虎，站立于原地，面带好奇之色望着前方。伏羲被北冥尘搂在怀里，等听不见任何声音后抬起了头，迷茫地看了看四周，只见那棵大树倒伏于地，再回头看向北冥尘，发现他口吐鲜血，脸色苍白。完了完了，北冥尘不会被我给压死了吧？北冥尘，你死了吗？放心，我还没死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来，我扶你起来。王爷怎么样了？皇上，王爷的左臂受到重击，内腹受到轻创，恐怕需要休息数日才能恢复。皇上听闻，心底一沉，眉头皱了起来。皇上，您别太担心，陈王殿下他吉人自有天相，必将不会有什么大碍的。北冥尘再次有知觉，就听见自己耳边传来咔咔咔的声音。你在吃什么？王爷，你醒了，这叫薯片，我自己做的，可脆了。我尝尝，脆不脆？这是垃圾食品，让我来，你是伤员，吃这个不合适。你听听，脆不脆？北冥尘嘴角抽搐了几下，他听见了，很脆，可是他还是想尝尝，他还未吃过什么叫薯片。做事要做起来，刚动了一下，胸口处传来的疼痛让他放弃了。来，扶我起来，让我尝尝。王爷，这东西病人不能吃，你听听，知道它是很好吃就行了，这是我的零食，好不容易才做出来的，才不要跟你分享。北冥尘不知是气的还是气的，剧烈的咳嗽了起来。伏羲抬眼望去，看见北冥尘黑着的脸，你怎么啦？伏羲最终还是不忍心，你可真实在，我问你怎么了，你就直接告诉我就行了，干嘛要用实际行动？这不，可他脸都红了吧，跟蒸熟的螃蟹一样。北冥尘气的已经不能用深吸一口气来形容了。松开，松开，太医让你好好休息。伏羲是仗着他受伤，奈何他不了，所以尽可能的欺负他嘛。北冥尘这是生气了？难道是气我将他给砸伤了？王爷，要是别人问起你是怎么受伤的，你能不能不要说是被我掉下来给砸伤的？不知王妃是怎么对外人说的？我告诉那些人，王爷是被老虎给伤到的。北冥尘看着笑意盈盈的伏羲，叹了一口气，都一样。姐姐可是有心事？那女子已经怀有身孕了，王爷让我给孩子取一个名字，说要让那孩子以后发光发亮，前途光明。发光发亮，北冥 LED。 伏羲忍不住想要笑，但看到身侧的林王妃，他此刻要是笑出声，这林王妃不得以为他挑衅吗？姐姐你……伏羲很想问问，林王妃和林王成亲这么久，也没见着林王妃怀上孩子，怎么一个小三儿倒先怀了？那孩子真的是林王的吗？我这肚子实在是不争气了些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得看林王种什么？得看林王殿下种没种向阳花。向阳花？向阳花面朝阳光，可以。小女不才，编不下去了。林王妃却以为伏羲在暗示她什么，便也没再多问。伏羲赶紧岔开话题。姐姐，伏羲换我名字便好。伏羲噎住了，名字林王妃叫什么来着？她不知道啊，叫姐姐显得咱们亲近。林王妃微笑着点点头，她倒是很喜欢有一个伏羲这样的妹妹。看你如此纯真，想必陈王殿下待你极好，你也未遇见过什么可怕的人或事。北冥尘待她好像还可以吧。姐姐，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两人抬步向前走去，见不远处有人在钓鱼，那人将刚钓起来的鱼给放生了。好不容易钓上来的鱼就应该放生姜，还有不能忘记放生抽。曼姨是谁？香隐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
这不是闲来无事出来逛逛吗？这位是陈王妃，见过陈王妃。无需多礼。这里很是无趣，咱们去庄子上吧。这位是曼叔，我发现名字里带曼字的人都特别温婉可人。哼，谁说的？看不起奥特曼。伏羲，喝口茶水吧。啊，好。几人静坐了一会儿，伏羲转头看了看天色，也不知道北明晨怎么样了。他是故意气北明晨的，气北明晨前段时间那么对他。林王妃察觉到伏羲心不在焉。伏羲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回去吧。人都去哪儿了？北明晨，北明晨，你睡着了吗？伏羲边走边偷看，刚跨进里屋，就见北明晨睡在床上，眼睛睁得特别大，而且特别凶狠。王爷，你怎么还未休息？北明晨本不想搭理伏羲，但奈何嘴不听话。本王还未吃饭。那你为什么不吃饭？北明晨双拳紧握，浑身透着不爽，向伏羲表达自己很生气。难道是不饿吗？好像受伤的人都不想吃饭。王爷，你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幼稚？不吃饭就没有营养和力气，没有营养和力气，你就会一直瘫在床上。我在等你。王爷，我吃过了。说完，就见北明晨脸涨成了猪肝色，气势汹汹地盯着他看。伏羲抿着嘴唇，看了北明晨2秒，怕北明晨真的被他给气死了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要吃你做的饭。说完，凝神注视着伏羲，目光隐含期待之意。你确定要吃我做的饭？我都不敢吃我做的饭。有幸得到母上大人的评价，吃盐就吃盐，放菜干什么？你看那几根菜多可怜，都脱水了。北明晨心里一顿，伏羲在原本的世界有家，那他会不会想方设法回去？想到这里，浑身的暴力又升起，但很快就被他给压了下去。不行，不能再吓到他了。人走了，他能找回来，可魂儿走了，他去哪儿找？伏羲看着北明晨浑身气场变了又变，不明是怎么回事。只要是你做的，我都喜欢。那你等一会儿啊。见过太子殿下。陈王妃不必多礼。陈王妃冒昧前来，多有得罪。笑就笑吧，为什么要捂着嘴巴？是你的笑见不得人吗？你都说冒昧得罪了，我要是再计较，会被人骂吗？北冥怀和宁贤婉的脸色变了。大清早的跟你们开个玩笑，相信你们不会计较吧？大哥得看主人呢。这宁贤婉今天明显是带着靠山来的，可我的靠山还在床上躺着呢，靠山不靠谱啊。陈王妃真是幽默风趣，自然不会。自是不会。这俩人不对劲儿啊，浑身透着一股子坏劲儿，就跟那害群的马搅屎的棍儿一样一样的坏。刚走到大堂门口的北明晨听见了，伏羲连忙站起身走出去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，就出来嘚瑟？我无事，别担心。北明晨突然这么温柔，让我都不好意思吐槽他了。反正我也只能在心里偷偷吐槽他。北明晨微不可察地笑了笑，在心里吐槽可以，但是只能吐槽他一个人，这样就证明伏羲将他放在心尖上了。太子殿下，陈王身体不适，应该多加休养。知道应该多加休养，那你还来打扰？一来还来俩，连个礼物都不知道带，一点看病人的意识都没有，脑袋瓜子都在想着什么。北明晨捏伏羲手紧了紧，示意他别冲动。他怎么觉得伏羲要揍这俩人？宁贤婉看了一眼两人的手，眸子暗了下来。不过想到他会成为太子妃，到时北明晨和伏羲见了他都得行礼，心里就美滋滋的。伏羲看见宁贤婉这副模样，就知道他在脑补着什么，毕竟这种事儿他常干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宁贤婉怎么这么爱穿佩奇色？我都见他穿过好几次了。莫不是被我说中了？宁贤婉是个猪精，可是小猪佩奇那么可爱，宁贤婉这个样子，她肯定是个盗版。北明晨此刻是又难受又想笑，笑吧，对北冥怀和宁贤婉很不礼貌，自己身体的疼痛也会加重；不笑吧，真是太让人心痒难耐。伏羲怎么这么可爱呢？
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，只有北冥辰和伏羲互牵的手，时不时抠着玩。真是的，来看病人也不想好话题，这不就尴尬了吗？想着脑子一转，偷偷伸出自己的手，想在北冥辰身上掐一下，好让他装病。北冥辰察觉到，眼疾手快地抓住了伏羲的手，轻摇了一下头，示意他不要。他不想笑，太痛苦了。哎呦，手还挺快。然后北冥辰就感觉到伏羲浑身透着一股子坏笑，身体还有些抖动，避免二次伤害，他觉得应该做点什么。一想间，手捂着心脏剧烈地咳嗽了起来，一声比一声声大。北冥辰，好样的，加油，明日之星就是你。王爷，你慢点咳，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了？那我扶你回房间休息吧。太子殿下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家王爷身体太柔弱了，我先送他回去休息。你什么时候走？无妨，既然看过陈王殿下了，那本宫便先回去了。说完，看了一眼宁贤婉，眼里露出一丝不快。这女人是忘了今日来的目的吗？静坐在那里跟一块木头一样，还以为她是个聪明的。宁贤婉站起身，头不自觉地低了下去。她也想去晨曦院查看，可这俩人目前的态度，她怕去了死无葬身之地。最终还是受不了太子审视的目光。陈王妃，我陪你一起送王爷回去吧。怎么好意思麻烦宁小姐。凌香，来2个人将王爷给我抬回去。是。等北冥辰被抬走后，伏羲转身静静看向2人，浑身上下写满了人你们看了，人还活着，所以你们什么时候走？北冥怀无奈，只能告辞，向前走去。伏羲跟在身后，嘴里念叨：这么快就走啊？那太子殿下我送你。走得真慢，跑起来啊，快快快，跑2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预备起。前面2个人跟赶鸭子一样，伏羲一直在身后赶着，看见2个人走得慢了，就说：太子殿下慢点，不着急。等将2人送出陈王府后，伏羲脸上洋溢着笑容：恭送太子殿下，有空再来啊。北冥怀上马车的脚顿了一下，回头望了一眼笑容灿烂的伏羲，他总觉得这个女人是看不起他的，但他找不到证据。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，电车3电系统都有原厂质保，电池还有100天回购保障。瓜子最近上架了几千台便宜的个人直卖车，你也去看看吧。买二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伏羲刚走进陈王府，就被北冥辰伸手揽在怀里，转头看去：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担心你。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过几天宁昌国有使者前来求和，我带你去看热闹。看热闹什么的我最喜欢了。王爷你快点啊，去晚了都抢不到好位置了。慢慢悠悠的，怎么跟个娘们似的？北冥辰刚迈出府门的脚，听见这句心声，差点将自己给绊倒了，身子踉跄了一下。伏羲一脸嫌弃：低头看路，看我干嘛？路修在我脸上嘛。当真的柔弱不能自理，还傻得令人为之吐血。怎么感觉他真的好柔弱？天天吐血和生气，真看不出来哪里暴力。作者怕不是骗了我这个单纯善良的人吧？北冥辰眉眼轻颤了一下，宽大袖子下的手捏得极紧。他为什么吐血？为什么生气？伏羲心里可能真的没点数。马车晃荡到皇宫门口，伏羲刚伸出手想搀扶北冥辰，却被他拦腰抱起走下了马车。伏羲反应过来时，北冥辰已经抱着他走了好一段路了。放我下来。北冥辰低头看了一眼怀中的伏羲，沉默不语。他再不做些什么，以后这地位怕是要颠倒了。伏羲无奈，不敢再挣扎，怕北冥辰做出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儿。忍忍吧，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。北冥辰听闻喜上眉梢，这么说来，伏羲想跟他过一辈子，不会再想着离开了。别捣乱，快放我下来。见过皇上。皇上点头，目光从2人身上扫过，在伏羲肚子上顿了1秒。赐座。伏羲偷瞄了一眼皇上，见他无任何异样。难道是我第6感冒了？我怎么觉得皇上刚才看我的肚子了？北冥辰刚坐下，猛地听见这句话，眸底闪过狠厉。希儿，我与皇上有事相商，你去御花园转转可好？好。
伏羲随意地走在宫里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他打碎鬼兰花的地方。看到那些娇艳的花朵，伏羲觉得他腿脚有些痒痒，连忙离那些花远远的。今天一定要管住脚，不能再让他闯祸。这里的花看着都很贵的样子。小溪流，小溪流，永远不停留。忽然，伏羲看见上次的那条鱼游了过来，开心地挥着手，同时左右看了看，见无人后，与那条鱼说起了话。“Hello， 又是你啊？”“对呀，你又出来嘚瑟了。”“哎呀，讨厌，就是鱼家想尝尝小鱼干的味道，看那只猫经常吃，鱼家好馋啊。”“你是个狠鱼。”伏羲竖起大拇指，由衷的佩服。“我一定满足你这个要求。”太子基本上是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就是皇上有次喝醉后趴在这里吐，说什么他在等孩子到手，他就要改变江山。什么孩子啊？还改变江山？我看你就能改变个发型。随后伏羲就听见砰的一声，连忙站起身左右看了看，又顺着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，只看见一个花盆碎裂在地，花盆里的花被土埋了一半。这不是我打碎的。陈王妃，等娘娘来了再定夺。这御花园里就你一个人，你说不是你打碎的，谁信啊？啊，你家娘娘是哪个？伏羲，你又毁了我的鬼兰花。你别生气，这次真的不是我打碎的。对呀，你也出来嘚瑟了，真是好巧。那可不，这就是缘分。伏羲偷摸左右看了看，问你个事儿，来你这里的客人多吗？这条鱼像是听到了笑话，高兴地在水里打了一个转。你看看咱这儿的环境，再看看地理位置，那人肯定是相当的多。那咱们做笔交易如何？你说什么？大声点，鱼没听见。我说让你帮我留意一下，来这里的人都说了什么。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，电车3电系统都有原厂质保，电池还有100天回购保障。瓜子最近上架了几千台便宜的个人直卖车，你也去看看吧。买二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我说让你帮我留意一下，来这里的人都说了什么，尤其是皇上和太子。你注意点，口水都流下来了。你不会是想谋朝篡位吧？谋朝篡位，听着就刺激。我帮你获取情报，你能给我什么？这年头连鱼都贪财，世道变了，还是于心不古。你要什么？我想尝尝小鱼干。纳尼？伏羲懵逼状态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我的耳朵睡着了，你重新说一遍你要什么。这御花园就你一个人，你说不是你打碎的，谁信啊？伏羲差点就要指那条鱼了。你消消气，听我说，我刚才在亭子里面突然听到一声巨响，就赶紧跑出来查看，结果就看见这碎裂的花盆，真的不是我打碎的。你看我眼瞎吗？伏羲无奈，赶紧蹲下，将那朵花从土里扒拉出来，伸手拍了拍花朵上面的土。尴尬的事情发生了，花朵竟然掉了。空气静止了几秒，伏羲看了看自己手里光秃秃的花梗，再看看地上的花朵。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会信我的吧？宁家妃从花朵掉下的那一刻开始，呼吸就停止了。娘娘，花死不能复生，但是可以重新养一株啊。但是咱们的生命只有一次，这次走了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出来。宁家妃听见这话，差点气晕过去。这花要是真那么好养，她会如此生气吗？命只有一次，只要不遇见伏羲，她的命就还挺长。陈王妃，太子殿下，这太子一天很闲吗？怎么哪都能遇见他？陈王妃来御花园可是有事？闲逛？来御花园不是赏花就是闲逛，咋的？我还能在这儿吃饭或者上厕所吗？太子殿下，我出来有一阵儿了，怕我家王爷着急，先告辞了。说完，不等北冥怀回答，直接离开。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看见北冥怀就浑身不舒服。走出御花园，老远就见北冥臣站在前方，目视着那座辉煌的宫殿。这货还在这儿演起深沉来了。别说，这么站着还挺帅的。
伏羲跑到北冥辰身旁，王爷，你在这里看什么呢？这皇宫就真的这么好吗？装修的挺好的，尤其是雕刻的龙，简直了，绝绝子。北冥辰失笑出声，看向伏羲，手摸上伏羲的脸颊，愿伏羲能永远如此。喜欢这皇宫？伏羲一愣，不明白北冥辰为什么这么问，摇了摇头。一入宫门深似海呀，这里的女人要共侍一夫，我不喜欢。北冥辰唇角扬得更高了，他倒是真敢说，就算是共侍一夫，也有无数女人前赴后继想要奔进来。那如果这后宫只有皇后一人，你可愿意入这皇宫？没发烧啊，那怎么就开始说胡话了？回答我，如果只有一个皇后，你可愿意？伏羲连忙堵住北冥辰的嘴，慌张的左右看了看。你不要命了？大白天的就做白日梦，这娃不会被我给压傻了吧？脑袋坏掉了。北冥辰失笑两声，伸出手在伏羲额间轻轻弹了一下。回答我，如果只有我一个皇后的话，那好像还挺好的。如果皇上是北冥辰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那我就是天下无敌、万万人之上的人呢。不愿意，算了，万一说愿意，北冥辰就缺货一个劲儿没答对，去造反那就麻烦了。北冥辰听闻，心里不知是何滋味，伸手将伏羲紧紧抱在怀里。既然你愿意，那不久后我便将这座宫殿送给你。快憋死我了！真不知道别人是如何拥抱的，这样拥抱下去，估计离上天就不远了。北冥辰忧郁的情绪正浓着，冷不丁听见这句心声，这下好了，情绪全飞了。见过陈王殿下，见过陈王妃。哟，这感觉不错哦，我承认我飘了，那皇位好像在闪闪发亮啊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伏羲也打算随大溜跪下，但见北冥辰笔直的站着。对呀，我还真没注意，北冥辰好像从没有跪过皇上，皇上也好像不在意。难道这就是战神的风采吗？哼，那我身为战神夫人算是沾光了，如此以后要对北冥辰好一些啦。北冥辰微微低头，无声的笑着，真好，伏羲越来越爱他了。也不知道这个新娘子漂不漂亮啊？呸，错了，重来。也不知道这个小公主漂不漂亮。北冥辰侧目，伏羲要是个男的，说这句话，那就是只有被打死的份儿。终于在伏羲炙热的目光下，迎来了外国使者。使者没见到，他们国家的小公主先跳起了舞蹈。这身材，这脸蛋，让人欲罢不能啊！就是露着肚脐，她难道不冷吗？伏羲转头看了看大殿外的风貌，再看看自己身上的秋装，这小公主怕是会着凉，然后拉肚子。北冥辰很是无语地看了伏羲一眼，又看了看在场的其他人，无一不被殿上之人的舞姿所吸引。为什么每个人情绪正浓时，伏羲想的总是跟别人不一样，着实有些煞风景。再看伏羲，此刻笑容满面，眼珠子都贴在人家小公主身上了，眼里流露出的光芒，就好像一个男人看见了漂亮女人。北冥辰轻咳一声，示意伏羲收敛一些。一般女人看见长得漂亮的都会鄙夷嫌弃，她倒好，恨不得当场抱住亲一口。北冥辰咳了好几下，身侧的人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伏羲的心就没在他身上，无奈伸出手拽了一下伏羲的衣袖。伏羲看得正起劲儿呢，感觉有人拽着他，头也不回打掉了那只手，随后继续看小公主跳舞。哇，转圈圈了，那小细腰绝了！北冥辰收回手，紧握拳头，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额头青筋隐隐要托起，半晌叹了一口气。伏羲的腰也挺细的，哇，好美，绝子，爱了！北冥辰终于忍不了了，伸出手将伏羲的头转回来。你要记住，你是个女人，不是男人。这我一直都知道啊，不用你特意说。漂亮，太漂亮了！北冥辰深吸一口气，罢了，跳舞的是个女的，要是个男的，
直接弄死他都不为过。纪宁见过皇上皇后，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，祝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平身。见过皇上皇后，宁长国使臣带纪宁公主前来求和。平身，赐座。这是啥呢？还盖着红布，会是人的？你知道是啥东西吗？北冥臣轻摇了一下头，禀告皇上，此乃宁长国的宝物，五转必有回花，此花100年才结花，其花可治百病，其叶可解百毒。哇哦，说的我恨不得当场生个病中个毒试试看。其花可治拉肚，其叶可使人拉肚，2合1治疗，一起吃疗效快。肠胃难受，请选择五转碧藕回花。北冥臣很是无奈地瞟了伏羲一眼，他真是一股冷空气。皇上一听，赶紧让身后的太监去接过来。太监接过来之后，直接走出大殿，想要纳入库房。啊，不给人看一眼吗？这皇上一看就不知道人情往来，人家客人礼物刚带来，你就赶紧让人藏起来，鄙视你。等等，北冥臣冰冷冷的话一出，太监立刻停在原地。臣王可是有疑问？伏羲也回头望去，眼神里写满了怎么啦？怎么啦？皇上这话的意思是有疑问憋着，他不想听。北冥臣冲伏羲笑了笑，过来。皇上眼底晦暗不明，轻点了一下头，他倒想看看这北冥臣要干什么。太监得到皇上的同意，在心里松了一口气，急忙端着瓶盘重新走了回来，走到北冥臣身旁。臣王殿下，打开，本王想看看。这话一出，大殿上一时寂静无声，所有人齐刷刷看向北冥臣。臣王殿下什么时候对这东西感兴趣了？这是从局外人变成了局中人，本来是看热闹的，结果被看了热闹。北冥臣听见，冷冽的视线扫向众人，其中警告之意十足。皇上轻咳了一声，来缓解这尴尬的气氛，刚要说话，就被北冥臣给插了话。怎么，本王说话如今都不管用了吗？太监听见这声势铿锵的声音，急忙跪在地上。伏羲看了看吓得不要不要的太监，又看了看北冥臣，私底下用手揪了揪他的衣袖。喂，你是不是拿错剧本了？这明明是太子的台词，你抢戏，小心粉丝骂死你。北冥臣紧握着伏羲那只手，侧目看了一眼，示意他放心。我一点都不放心。打开。太监微微侧头，想看皇上一眼，但奈何没看见。皇上眸眼一眯，看北冥臣目光中多了审视。他再不说几句话，这大殿上的风向标就要变了，就真的是北冥臣当朝做主了。打开吧，朕也想看看。 What？ 有盒子为什么要盖块红布？什么风俗习惯？好怕这个盒子打开突然冒出一束光来。哇哦，那不就是月光宝盒吗？般若波罗蜜。北冥臣侧目看了伏羲一眼，见他面色柔和，一副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的模样，他怎么能如此表里不一？快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来吧，亮瞎我的眼吧。伏羲目光跟着太监的手一起游走。啊，什么鬼？原文不是说五转碧藕回花是长在雪山之巅，吸天地之灵气，收日月之精华，说的那叫一个牛逼，就跟花朵中的战斗花一样。现在乍一看就像地里长的野花，再乍一看像小雏菊，猛地再一乍，还是像野花。这玩意儿能包治百病？我突然觉得我妈让我多穿衣服是正确的。伏羲收回震惊的目光，转头看向了北冥臣，见北冥臣面上无任何波澜，大殿上的人纷纷伸长了脖子，想要看看这能包治百病的五转碧藕回花长啥样子。北冥臣看了伏羲一眼，见他一副失望的表情，伸了一下手，示意太监可以下去了。皇上眸光暗了暗，又转头看了一眼纪宁公主，要是给北冥臣那个侧妃，那有孩子的几率就会增大1倍，眼里都流露出浓浓的贪婪之意。纪宁公主可及笄了？回皇上，纪宁刚及笄。皇上满意的点点头，转头看了伏羲一眼，眼底带笑。伏羲也是刚及笄，如此让纪宁和伏羲一起服侍北冥臣，想来不日便会传来好消息。北冥怀从皇上问纪宁可及笄后，目光便一直追随着皇上。
见皇上看了伏羲一眼，便知皇上打的什么心思，手不自觉地摩挲着酒杯，眸子思考，不能让纪宁嫁给北冥辰，他要的是伏羲和北冥辰两人的孩子，在两人未有喜之前，不能让别人去打扰。再看伏羲，丝毫没有察觉到他已经被人惦记上了，只是侧目跟北冥辰说着话。你说今天会不会有刺客？就算有，本王也会保护好你。我还是自己注意一些吧，我可不想再被莫名其妙的刺伤了。北冥辰握伏羲的手紧了紧，满心满眼都是宠溺。伏羲一定是怕连累他，所以才要自己多加注意，如此他一定要保护好伏羲。这丫的在脑补些什么？浑身都是爱情的酸臭味。北冥辰面上无任何波动，只是握伏羲的手紧了紧。既然已经及笄了，那朕定会为你赐一门好亲事。纪宁面带微笑，眼底渐渐变得黯然。多谢皇上。皇上才不管纪宁的情绪如何。如此，皇上的目光从众多青年才俊身上扫过，最后停留在北冥辰身上。北冥怀垂首不语，只是握着酒杯的手极紧。北冥辰感受到皇上投射过来的灼灼目光，眸中一狠，面上却不显露，紧拉着伏羲的手，继续侧头逗伏羲。本王给你找一条一模一样，晚上你也可以跳。要不是此情此景不合适，我真想一巴掌拍在丫的头上。北冥辰唇角微扬。皇上见北冥辰和伏羲两人琴瑟和鸣，一时不知该不该赐这个婚。陈王殿下可是安怀国的战神，也和宁昌国有些渊源。纪宁公主可愿嫁于陈王殿下为侧妃？这话一出，大殿上的人纷纷定了下来。北冥辰眼眸后睁开，眸子不复温柔，浑身的气场都变了。我刚才听见了什么？转头看向北冥辰，眸中闪出怒火，表情已经愤怒起来。北冥辰回头看去，握伏羲的手紧了紧，示意他别着急。本王这辈子只需要一个王妃，那便是伏羲。算你识相，你如果今天敢硬讲，我立马跟你绝交，随后带着动物们去环游世界，然后在心里默默的祝福你们，祝你们鸳鸯戏水，他们的淹死；比翼双飞，他们的摔死；儿孙满堂，不孕不育；一天一小打，2天一大打，3天上房揭瓦，天天有矛盾，月月有情人，年年不同归。北冥辰看着伏羲气鼓鼓的模样，本来心情极好，伏羲是爱他的，不然也不会吃醋。冷不丁又听见心声，嘴不受控制的抽搐了起来，够狠。皇上脸上僵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北冥辰会如此不给他面子，此刻他是骑虎难下。陈王与陈王妃当真是天作之合，本太子很是喜欢纪宁公主，还请父皇将纪宁公主赐予我为侧妃。纪宁听闻这话，只是轻颤了颤睫毛，随后继续面无表情，目视前方，余光偷偷瞄了北冥辰和伏羲一眼，见北冥辰满面都是讨好，而伏羲则是微沉着脸，一股心酸涌上心头。宁贤婉将手藏在桌子下面，正狠狠地攥着手帕。他怎么也想不到北冥怀会求娶纪宁公主，他明明说过会娶她的。但让他更难以接受的是，北冥辰会为了伏羲说出那样的话，这让他心里有些痒痒。他突然觉得北冥辰应该是他的，再联想到北冥辰以前对他还算是有些好感，如此他想为自己争取一下。如此，那纪宁公主便赐予太子为侧妃。多谢皇上。伏羲闻声望去，见纪宁无所谓的态度，好像嫁给谁他都可以。看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要是有人还想给你赐婚，那我该不该杀了他？不用王妃动手，本王自会解决。如此，王爷可要说到做到啊！必定。伏羲听闻这话，一身轻松。本王妃要出去透气，你在这里充人数吧。陈王妃。伏羲听见这个声音，不搭理来人，继续仰头看着天空。陈王妃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伏羲翻了一记白眼，头都没转。我的耳朵比较成熟，会自动屏蔽掉讨厌的声音。宁贤婉咬了咬牙，迫使自己冷静下来。陈王妃，我从第一眼看到你，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到现在我的眼睛还疼呢，所以麻烦你不要再来伤害我的眼睛，可以吗？
说完，不顾宁贤婉难看的容颜，转身离去。陈王妃，你为什么对我敌意这么大？你是在嫉妒我吗？对不起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就是在嘲笑你。看在你让我开心的份上，这次我就不跟你算账了，快走吧。伏羲，承认吧，你就是嫉妒我，所以你现在才会这么记恨我。伏羲见宁贤婉蠢得如此可怜，双手抱胸，饶有兴趣地看着对面的那人。你嫉妒王爷曾经对我好，你嫉妒王爷因为我而骂了你，你嫉妒……我嫉妒你娘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儿，礼义廉耻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我看你再活2年，这片土地都种不下你了，真是活着浪费空气，死了浪费土地。这片天得变异成什么样，才生出你这么个百年不遇的脑残？宁贤婉脸涨得通红，不知是气的还是羞的，但脸皮已经撕破了，便容不得他退缩。你他妈再多说一句，我就让你跟这个世界说再见！宁贤婉被伏羲吓得愣住了。伏羲，不管你承不承认，你都是我的替身，是我养了很多的宠物，得了王爷的欢心，你是模仿我的，王爷得不到我，便退而求次，跟你在一起了。你知道什么是超级加倍吗？宁贤婉不懂伏羲话里的意思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想让你试试我的拳头软不软。伏羲，就算你是陈王妃，你也不能随便打人啊！我可是丞相千金，你要是打了我，可想好自己的下场。不，我不打你。宁贤婉松了一口气，我一般看谁不顺眼，都会直接弄死。宁贤婉强装镇定，你敢？我还真敢，反正我惹了事儿，我家王爷都会替我摆平，所以……不屑的目光上下扫过宁贤婉，妖怪，快受死吧！说完，不等宁贤婉反应过来，直接飞起一脚。周围的侍卫们听见声音，纷纷跑上前查看，然后他们就看见这样一幅画面：陈王妃乖巧可怜害怕地站在一旁，而宁小姐则口吐鲜血地趴在地上。见过陈王妃，这是……我也不知道啊，宁小姐，你以后走路要多注意脚下，可别再摔了。看你现在这模样，丑了吧唧的。宁贤婉很想反驳伏羲的话，很想大声将真相说出来，但奈何身体不允许。她想推开伏羲，可就是没有那个能力。宁小姐，来，我扶你起来，跟要死了一样，还学人家蹬腿。宁小姐，你还有力气用吗？来，深呼吸，脚下用力，我将你拉起来。宁贤婉咬紧牙关，抬起头瞪了伏羲一眼，心里气愤不已，真想一巴掌拍死这个戏精。周围的侍卫见状，看见宁贤婉的眼神变了，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。我今天要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有苦说不出，让你这只佩奇再想害人。你滚开，别碰我！见过陈王殿下。宁贤婉哪里还顾得到别人的目光，看到北冥尘突然来了，心里焦急万分。想到这里，腰也不疼了，腿也不抽了，浑身都来劲儿了，连忙从地上爬起来，整理一下衣服，又赶紧顺着自己的头发。你与疯婆子之间只差我一个伏羲。王爷，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。这宁贤婉是没发现他刚才擦脸时把鼻涕擦得满脸都是吗？这也算是镀了一层保护膜。还有，宁贤婉得擦了多少胭脂水粉啊？这要是用古人的话来形容，那便是手帕抚过脸颊，带下一层厚厚的脂粉。北冥尘闻听笑了笑，伸手捏了捏伏羲的脸颊。可是有人惹王妃不高兴了。宁小姐不小心摔倒了，我好心去扶宁小姐，你知道的，我的力气特别小，没能将宁小姐扶起来，所以宁小姐生气，将我推了一把。宁贤婉差点气结，她能变成现在。马上国庆，去哪买大牌潮鞋没套路又省钱？推荐用识货 APP， 像 Dunk、阿迪、New Balance 等平台能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 ，AJ 到手才300多，这双袜子100多，趁没涨价赶紧入手。关键平台保证正品，标识安心购的提供假1赔3和7天无理由。评论区新人送福利。宁贤婉差点气结，她能变成现在这模样，都是因为伏羲，怎么她还可怜起来了？王爷，你不能听伏羲一人乱说，有时候眼见的都不一定是真相。妈呀，你快别哽咽了，我真怕你说着说着冒出一个鼻涕泡来，刚才没能将你的牙打掉，真是失误。简介的如真相诱毒，本王只信王妃说的话。伏羲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。宁贤婉全身冰冷，身子不受控制地颤抖着，心脏剧烈跳动，一瞬间心底升起一股绝望感。
王爷，你以前对婉儿不是这样的，如今怎么变了？妈的，都是你惹的烂桃花，渣男到处撩女人，你今天最好给我解决了，不然我就让你们做一对亡命鸳鸯。宁贤婉见状，继续努力挑拨。王爷，婉儿没有恶意，如果陈王妃姐姐不喜婉儿，那婉儿走便是了。婉儿，你丫的，我也没见盆叉锅勺有你这么讨厌，以后陈王府不许出现碗，都给我拿盆子吃饭。北明晨此刻是又想笑又想哭，微笑的将伏羲那只手从他腰间拽下来。王爷，你还记得你大爷他是什么时候走的吗？走的时候可还安详？我看宁小姐印堂发黑，替你掐指一算，恐怕会有血光之灾，宁小姐最近可要小心了。北明晨很是无奈，伏羲这一张嘴怕是能将人给说死了。再看宁贤婉，听见这些话后差点就随他大爷去了。看我干什么？现在关注点在我身上吗？这本书里的人怎么都是一副智商欠费的模样，真不知道作者是怎么写的，活该被骂。来人！王爷，你真的？宁向千金以下欺上，冒犯王妃，按照律法该当何罪？回成王殿下，按照本朝律法，应重打20大板。才20大板，这惩罚着实有些轻了，不让宁贤婉几个月下不了床，都对不起我今天的演出。该你发表言论了，上，给他来个超级加倍。北明晨唇角无意识的扬起，宁向千金意图伤害王妃，罪责加重，10大板。是。宁贤婉心中骇然，眼睛里透着不可遏制的恐惧之色。你们两个过来，将宁小姐带走。数码套装换新，去哪里买更便宜？先上识货 APP 直接替你找全网底价。罗技狼蛛、联想拯救者实时对比关奇百补等店铺价格走势。漫步者耳机官方折扣叠果补，趁降价80就入手。关键这些店经平台定期严格质检筛选，保证正品。平台送专属补贴，标识安心购可假1赔3。评论区看看。你们两个过来，将宁小姐带走。是。宁贤婉慌了，立刻跪在地上磕头求饶，请陈王殿下恕罪，请陈王妃恕罪。妖精，拿开你的脏手！啊，头发这么油，老实说几天没洗了。伏羲的关注点总是这么的与众不同。宁贤婉脸色涨得通红，以后注意点啊，头发太油了，给人一种不礼貌的感觉。带走吧，我就不送了。说完，掐着北明晨转身向前走去。北明晨剑眉微拧，手附在伏羲的手上，咬紧牙关，将那只手努力地从自己胳膊上拽下来。怎么，我的手配不上你的胳膊吗？哼，从此以后我要翻身农奴把歌唱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骂我滚。见过陈王殿下，陈王妃。北明晨不做任何应答，起来吧，真是越来越像个人了。北明晨微微颤了一下，伏羲是在说他吗？他什么时候不像个人了？姬宁看出两人不愿多交谈，谢恩后便向前走去，说：“你刚才手颤了一下，是因为什么？”北明晨无语了，什么玩意儿？他连颤一下手都不行吗？我只是不小心颤了一下。经过我同意了吗？我都不知道，谁让你手颤的？北明晨嘴唇张了张，伏羲好霸道啊！我自风流，路过人间一壶酒，走过春风，白衣遮山，诗意更浓。笑看他人折柳，又是为谁相思愁？红尘蹉跎，不如大梦，随我西楼。星月如梭，风月错。此情此景，要是来首音乐就好了。北明晨顺着伏羲的视线看了看，就是大街而已，有什么可看的？在看什么 ？Hello， 酷狗，怎么还放了外音？北明晨一脸茫然，酷什么狗？伏羲是在骂他狗吗？你是在骂我吗？我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放首歌听，是你突然说话打扰了我的思绪。怎么会啦？我说的是酷狗，就是很酷很酷的狗，翻译过来就是王爷真酷，王爷真帅的意思。
开学季数码产品换新，推荐用识货 App 更省钱。平台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，直接底价入。酷泰科、贝斯、小米等3C 认证充电宝，可带上飞机，已跌至常卖价6折。苹果16 Pro 立省2000多，红米 iQOO 手机1500到手，识货帮你找渠道低价和国补一起到手更省钱。评论区看看。王爷真帅的意思。北冥晨脸上迷之微笑，那模样好像在说：你看本王信吗？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？我去炸学校，老师不知道，一拉弦儿我就跑，轰隆一声学校就没了。太阳出来我爬电杆，爬上电杆我摸电线，一摸摸的那高压线把我送到了阎王殿，我给阎王点根烟，阎王夸我好少年，阎王夸我好少年，我再给他5块钱，他就把我送回了人间。北冥晨以前是不爱笑，但认识伏羲后，他便知道憋笑的感受。此刻他正咬紧牙关，手握着拳头，迫使自己冷静下来。伏羲真是的，就差飞上天与太阳肩并肩了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你的爱走了，我的心醉了，啦啦啦啦啦。突然好想吃猪耳朵啊，不，猫耳朵。猫耳朵能吃吗？人之初性本善，不写作业是好汉，老师打你怎么办？拿起拖把跟他干。北冥晨眉心突突跳个不停，伸手将伏羲拉进自己怀里。伏羲惊疑，睁大了眼睛。北冥晨唇角微扬，低头吻了上去。怎么一股烤鱼的味道？王爷，你晚上吃什么了？北冥晨看着一本正经说话的女人，又低头吻了上去。你觉得呢？你是不是去吃烧烤了？一股烟熏味儿。咱们要到了，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是哪儿啊？这些人这么晚，怎么还不回家睡觉？你谁啊？管那么宽，别人回不回家关你什么事儿？我只是临时编个谎话而已。喂，问你话了。兄弟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到处喷小数点。还有，我不叫伟，我叫楚雨荨。北冥晨侧头看去，难道伏羲在意识的名字叫楚雨荨？他记下了。好的，楚雨荨，我记下了，再见。大汉用最凶狠的眼神说最怂的话，说完便从两人身旁走过。开学季数码套装换新，去哪里买更便宜？先上识货 App 直接替你找全网底价，逻辑狼蛛、联想拯救者，实时对比观其白布等店铺价格走势。漫步者耳机官方折扣叠国博，趁降价89入手。关键这些店经平台定期严格质检筛选，保证正品，标识安心购的，还提供假一赔3和7天无理由服务。评论区看看。说完便从两人身旁走过，见两人没有任何反应，立马拔腿就跑。北冥晨很是无语，这有什么可笑的？没想到北冥晨站在那里，什么都不用做就能把人给吓跑。那我要不要画张他的画像，然后挂在床头用来辟邪？北冥晨攥紧伏羲的手，脸上都是宠溺的微笑。伏羲得多爱他，连床头都要挂他的画像怎么跟个迷宫似的？这北冥晨难道还有黑市？ Oh my god， 那我岂不就是传说中那大哥的女人？这不就是顶翠楼吗？希儿，别去。怎么啦？不是说那什么简兆在这里吗？北冥晨抬眼望了楼内一眼，拉上伏羲的手，转身就要离开。怎么不进就走啦？两人刚转身，身后传来一个吊儿郎当的声音。伏羲觉出不对劲儿，转身看向朝他们走来的男子。小美人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简兆。长得真是标致，难怪会被他给看上。你很幸运哦，他还是第一次带女人来。难道北冥晨以前都是带男人来的？你不冷吗？我看你脸都冻青了。简兆手中动作停下来，轻咳一声后，将扇子默默放了下。这么说，好像是挺冷的。走吧，我都准备好了。我们走吧。这俩人眉来眼去的，莫不是有什么奸情？北冥晨不会是那啥吧？带路！简兆会意，立马带着两人奔上2楼。我不知道他有你了，我也是为他的身体着想。真没想到你长得这么丑，还挺有善心的。简兆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长得丑这3个字还是第一次出现在他身上。瞥了伏羲一眼，此女子当真是狠，直击内心深处。敢问？别敢不敢问了，你不就是想问我叫什么名字吗？我直接告诉你，我叫伏羲，我是北冥晨的正妻。
北冥辰听闻，晃了一下心神，这还是第一次伏羲在外人面前毫无遮拦地说他们是夫妻，突然心里暖暖的。你就是那个道姑？伏羲咬了咬牙，脸上迷之微笑。北冥辰冷眼瞥过去，简昭立刻收回指着伏羲的手，安静地站在原地。见过嫂。开学季数码产品换新，推荐用识货 App 更省钱，平台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，直接底价入。酷派科、贝斯、小米等3C 认证充电宝，可带上飞机，已跌至常卖价6折。苹果16 Pro 立省2000多，红米 iQOO 手机1500到手，识货帮你找渠道低价和国补一起到手更省钱。评论区看看。见过嫂嫂。嫂嫂？母亲与她父亲是亲兄妹。哦，所以他们是堂兄弟还是表兄弟？这么多美女，你们身体挺好啊。哼，要不是今晚我跟着来了，北冥辰这丫的就出轨了。想到这里，浑身散发着愤怒，抓北冥辰的胳膊的手用了些力气。北冥辰不动声色地倒吸一口冷气，随后咬紧牙关，他不敢将伏羲的手拉下来，只能自己默默地承受。目光怨恨地扫到简昭身上，简昭浑身一哆嗦，抬眼便看见眼前怪异的两人，又看到北冥辰给他使的眼色，立马明了。下去吧，有需要我再叫你们。咱们进去坐吧，喝点水。简昭在一旁看着，只觉得惊悚无比。北冥辰是被人下了药了，还是有把柄被这女人给拿捏住了？不敢相信地闭上了眼睛，定了一会儿再睁开，眼前依旧是你侬我侬的画面。事情可有进展？简昭嘴巴张了张，捏了好几次伏羲，一副伏羲在眼前他不想说的模样。包厢挺无聊的，我去外面转转。这是你嫂嫂，对她没什么可隐瞒的。这下别说简昭傻眼了，连伏羲也傻眼了。护短的样子真是爱死我了。我这边没有任何的消息。你不是去了灵犀阁吗？查到什么消息没有？我明天就去问问北冥辰要查什么东西啊。还未传来任何消息，不过想来应该也快。说完还看了伏羲一眼，伏羲抿着嘴唇，他总觉得这话是北冥辰故意对他说的。哇，这里有几个人？走开走开，别，少嘚瑟，少挨揍。让我来试试这小妞的血香不香？过分了啊！得寸进尺4个字会写吗？你就从了我吧。我又不是唐僧，怎么是只蚊子都想吸我的血？看不起人是吗？蚊子找准机会，打算直接冲刺过去，结果被一只大手覆盖，啪的一声灰飞烟灭。北冥辰拉住伏羲乱飞舞的手，侧目看了伏羲一眼，他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。简昭看北冥辰和伏羲两人幸福甜蜜的模样，再看自己孤独寂寞的状态，愤愤的2声。开学季数码产品换新，推荐用识货 App 更省钱，平台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，直接底价入。像苹果16 Pro 立省2000多，贝斯、小米等3C 认证充电宝，可带上飞机，当前已跌至常卖价6折。识货帮你挑低价，价国不到手更省钱。平台定期严格筛检，保证正品，标识安心购的更有假一赔3。评论区看看吧。你跑出来多久？这个人就是简昭啊。好像是那个大个子，刚才叫简昭这个名字了。看着就傻了吧唧的，难怪会被人追杀。他身旁的这两人看着也不太聪明。就是哪像咱俩都这么聪明。那些人快来了吧，趁这几人现在还是活的，咱们大吃一顿如何？好主意，你等等。蚊子的话还未说完，就被伏羲一掌给拍死了。我可真是善良，让你们做一对亡命鸳鸯。我们快离开这里，一会儿有人要来杀他。有人要杀我？你如果不信，就在这儿等着吧。如果你不小心被人射成了一个筛子，我会大发慈悲替你收尸的。那些人来了。你不准杀人，尽该在我身后。经常看电视剧里演，没想到今天终于要亲自体验了。师傅要是知道他教我的武功能派上用场，估计会高兴地从坟里爬出来给我鼓掌吧。北冥辰听见心声，眉眼挑了一下，伏羲有师傅。简昭目光如鹰，锐利地扫过四周，在北冥辰和伏羲身上停了2秒。这个伏羲真不简单。真好奇，这么多黑衣人一起行动，是怎么躲避开那些路人的目光的？尽该在我身后护好自己。Oh my god， 这简昭和北冥辰的功夫真是好啊！
11旅游想入手正品好鞋怕买贵，推荐识货 App。我买的新百伦跑鞋，识货查全网，低价入手，直接便宜好几百，颜值高超百搭。像赤兔8 Pro 飞电5C 这种专业跑鞋也只要200-300，平时跑步换着穿。音速13欧文2代等热门篮球鞋也很实惠，关键正品保障，买的放心。评论区看看吧。绕红尘，花落南山，草长莺飞浓。凉凉分散，四季走，随流年漂泊。花开花落。哎呀呀，这不是明摆着送人头吗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晚上要早点回家，半夜不要拿着刀在街上吓人，不然很容易死见阎王。你小心一点，要是自己把自己给误杀了，到了阎王殿都没地儿说理去。简兆手一僵，阴恻恻看向伏羲，又转向北冥尘，似乎在说：“你管不管？她是你嫂嫂，是长辈，教训你是应该的。”看我的无敌飞毛腿，快快受死吧！咱们今夜歇在这里啊，北冥尘还是个学霸。先沐浴，随后去休息吧。你不休息吗？我还要看账本。伏羲眼里流露出金光。都是你的，我的钱都是给你赚。看样子你这私房产业营业的时间很长了。那没认识我之前，你又是在给谁赚钱？北冥尘噎住了，他没认识伏羲以前，赚钱当然是为了自己。我以前赚的钱都是为现在的你积攒的。伏羲一愣，看不出来啊，小伙子，情话一套一套的。你闹，你讲了吗？伏羲耸了耸肩，摊开手，意思是我没有闹啊。好像是很晚了。那我们这可是在外面啊。你不是要看账本吗？那快去吧，我要沐浴。好。说完，在伏羲额间亲了一下，转身离开。我竟然不认识这些字，这他妈的就尴尬了。去休息吧。这怎么读来着？我看他们很是眼熟。北冥尘笑出了声，伸手将伏羲拉入自己怀中。上面的字我回头再教你，大体意思是非正常死亡。伏羲仰头看着北冥尘脸庞，心中涌上一股甜意，眼中露出温柔。谁非正常死亡？父亲和母亲。不对呀，书里写的明明是北冥尘父亲战死，母亲难产而死，没什么隐藏剧情啊。我看到结局了呀，难道是我看的一目十行漏掉了？开学季数码套装换新，去哪里买更便宜？先上识货 App 直接替你找全网底价，罗技狼蛛、联想拯救者，实时对比观其百补等店铺价格走势。漫步者耳机官方折扣叠国博，趁降价89入手。关键这些店经平台定期严格质检筛选，保证正品，标识安心购的，还提供假一赔3和7天无理由服务。评论区看看。对呀，书里写的明明是北冥尘父亲战死，母亲难产而死，没什么隐藏剧情啊。我看到结局了呀，难道是我看的一目十行漏掉了？应该不可能啊，原文里都没有简兆这个人，这好好的言情狗血剧情怎么变成悬疑了？会不会是弄错了？你继续无忧无虑便好。你让林夕阁查的事情是什么？查简烟的下落。这个简烟又是哪个亲戚？简烟是母亲同父异母的血亲。我得去查查了。明明只是3个人之间的他虐他，他反过来虐他，他逃他追，他插翅难逃，怎么莫名多了这么多人？快过来坐，吃早膳。怎么有种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感觉？想吃什么？我想吃那个。嫂嫂，这个好吃，你尝尝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将尸体给扔回去了，所以我能不能去陈王府住一段时间？他以为陈王府是伏羲做主，便想要讨好伏羲，招惹谁了？北冥尘一愣，随后轻点了一下头。人人都看不起我，我得要想个办法，让陈王府的人都惧怕我。不难啊，你直接吊死在陈王府门口就行了。这样不仅陈王府的人惧怕你，连陈王府外面的人也惧怕你，你将会是那条街上最亮的鬼。简兆直接呆住了，紧抿着嘴唇。为什么他觉得好好笑？不行，不能笑。伏羲这话是在损他，将头转向北冥尘，试图让北冥尘替他做主。北冥尘根本不理会简兆，一直在给伏羲夹着早膳，还时不时的问一句：喜欢吃吗？爱吃哪个？那温柔的模样，让简兆想跟北冥尘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是不是长得比你帅多了？是不是长得比你帅多了？按理说你们血脉差不多，怎么长相差这么多？
北冥晨浑身愉悦的不要不要的，简直瞎了他的狗眼呐！大早上的就让他看一出郎情妾意，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生气了？是因为我说的话吗？不会，他皮厚。那他刚才说要去陈王府住一段时间是什么意思啊？昨晚的刺客是百清国派来，简昭将刺客扔回百清国了。他如果现在回去，那便相当于挑衅，可能有去无回了。原来如此，可我还不是很懂。换季去哪买跑鞋实惠又省心？推荐实话吧，平台比价加活动直接抵价入，李宁、安踏、亚瑟士，只要100-200。非电541等热门款价格已降至冰点，全网销量超60万。关键这些店经平台定期严格筛选，保证正品，新人更优惠。评论区看看吧。原来如此，可我还不是很懂。简昭跟百清国的皇帝，也就是他的叔叔，明争暗斗火星。那皇帝一直想除掉简昭，因为外公临死前想要让简昭成为百清国的皇帝，但当时简昭还太小，众臣便举荐现在的皇帝代治国。所以现在简昭长大了，那皇帝不想退位，便想要杀了简昭，自己好永远坐稳那地位。还以为我有上帝视角，结果现在才发现我连上帝的脚后跟儿都看不到。作者呀，你到底写了多少隐藏剧情？想什么了？快吃早餐。你就是把我当佩奇养啊！灵犀阁是近半年才冒出来的，怎么有人说是100年老店？是100年老店没错啊，只是还差99年而已。北冥晨无语，刚开店总要夸张一些，这样才好招揽客人。但我们的情报可是实打实的，没有一个人给差评。我得赶去灵犀阁了。我要查的是，可能有些难。可能是有些难，那估计是很难。要不你别查了。北冥晨无语，放心，所有的困难都能打败我。开玩笑的，我的意思是，所有的事情交给我，放心，我会全部搞砸。家人们，好像网卡了，别慌，等我换闪鱼随身 WiFi， 每月1500句随便刷，还是充电宝。月满中秋，总裁驾到，闪鱼给大家送福利了。开玩笑的，我的意思是，所有的事情交给我，放心，我会全部搞砸。北冥晨无语地看着伏羲，说他天真吧，他心思又很细腻；说他呆傻吧，他又从未让自己吃过亏。伏羲的心性实在是个谜。七姐，你来了，是不是有客人？你去忙吧，我去资料库看看。父亲在资料库，七姐要什么资料可以询问父亲。我知道，大叔，皇室的资料在哪儿？右侧最后一排。随手拿起一卷翻看了起来，只一眼便惊呆了。好家伙，这些字儿是他能看懂的吗？你这个甩手掌柜当的实在是称职，连资料上的字都不认识。我也从来没看过这些呀。那个大叔，皇宫里那些不为人知的密室，咱这儿有吗？你陈王没有吗？伏羲疑惑，什么没有？随后点点头。北冥晨确实是没有查出检验的下落。带回去和陈王一起看吧，注意身体啊。大叔，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是北冥晨要的？11旅游想入手正品好鞋怕买贵，推荐识货 App。我买的新百伦跑鞋，识货查全网，低价入手，直接便宜好几百，颜值高超百搭。像赤兔8 Pro 飞电5C 这种专业跑鞋也只要200-300，平时跑步换着穿。音速13欧王2代等热门篮球鞋也很实惠，关键正品保障，买的放心。评论区看看吧。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是北冥晨要的？我自然知道。专业，灵犀阁交给大叔，我特别的踏实。你们都是年轻人，火气不要太大，一定要注意身体。大叔，我会的。如果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密室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诗恒点点头，这丫头也不害臊，同时也在心里思考：陈王就那么不行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想你。可我才出来没一会儿。那也想你。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都在这里，咱们回去就看。什么夜，什么什么飞？北冥晨，你看看这写的什么？说话间，伏羲将文卷递到北冥晨眼前。北冥晨扫了一眼，眸中的晦暗更深了。北冥晨，你怎么了？你可知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？伏羲摇头，表示他不知道。你过来，我教你。怎么感觉他又发情了？但看着又不像，难道是册子上写着什么私密的事吗？过来，怕我吃了你吗？怕。过来，你不是要认字吗？我教你。我这脑袋净想些不健康的。北冥晨明明很正常。怎么了？是发现了什么吗？希儿是嫌弃我。北冥晨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大叔他给我找错了资料。我觉得你是在暗示我。谁说的？没有的事。好不容易消停了几天，难道又要恢复以前的生活吗？要不
找个借口再把北冥辰给打伤了吧。北冥辰唇角微扬，直接吻上去。伏羲睁大眼睛，星月如昨，风月错，海棠又落，一人休梦中佳人与我。这青天白日的，多注意身体。北冥辰不搭理他，直接朝伏羲院走去。身后传来简昭的声音：北冥辰，你抓紧时间，马上就要用午膳了。我们确实该抓紧时间了，不然天很快就黑了，又很快就会亮起来。可以预料，今晚又是一个不眠夜。北冥辰唇角上扬的更高了，快步走进晨曦院。希儿想在哪里？哪儿都不要，这大冷天的，在外面你是想冻成咸鱼吗？你怎么知道很冷？我觉得会很热。伏羲一口气噎在喉咙里，不知该如何反驳。北冥辰不会又好几天不让我走出房门吧？那个北冥辰，你先放我下来，咱家的狗在拿耗子，我去教训教训它。我觉得你是想多管闲事。北冥辰，咱们回房好不好？星月如昨，风月错，海棠又落，一人休梦中佳人与我。星月如昨，风月错，心事终是吹不散，几丝浮云与谁说？兰州清河六月，我自风流，路过人间一壶酒，走过这。等我许你皇后之位时，你一定要多生儿子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伏羲在朦胧睡梦中隐约听见北冥辰说要他给他生孩子，不知怎的，心中升腾起一股暖流，嘴角也扬起一抹笑容。我愿意。天都黑了，我好饿。想吃什么？好吃的。我现在去准备。累是真累，饿也是真饿。北冥辰替伏羲夹着菜，听见心声，脸上皆是笑意。不急，晚上你会更累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喝了酒来又吃菜，爽。吃饱了吗？今天饱也要说没饱，我可没忘记上次的惨痛经历。我现在去看看皎白的月色，菜放着，我一会儿再吃。妈妈呀，还是快饱吧，北冥辰这丫的不对劲儿。看着那游来游去的小鱼，不禁想起一首歌曲，感觉到身上一暖，侧目看去，是北冥辰给他披了一件披风。今晚夜色真美。确实，夜色很美，风也很温柔，适合闰土刺茶。夜色里，两个人依偎在一起。冻死了，冻死了！这天都这么冷了，怎么还有蚊子啊？这两人在这儿站了半天，不会被冻僵了吧？管好你自己，快找个温暖的地方，不然就要冻死了。你怎么能这么冷？你不知道要关心智障人士吗？这两货大冷天不去屋里，在外面吹风，脑子肯定有问题。妈的，敢骂我智障，看我如何一巴掌拍死你！人在院中被蚊子嘲讽，蚊落下被人拍，经不起我的一巴掌，还要在我眼前蹦跶，看我如何为人除害。数码产品换新，推荐用识货 APP 更省钱，平台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，直接抵价入。像苹果16 Pro 立省2000多，贝斯、小米等3C 认证充电宝，可带上飞机。当前已跌至常卖价6折，识货专属补贴加国补到手更省钱。平台定期严格筛检，保证正品，标识安心购的更有假1赔3。评论区看看吧。经不起我的一巴掌，还要在我眼前蹦跶，看我如何为人除害。让我先来宠幸你。你不能杀蚊，蚊身体里有你。话还未落，便已魂归故里。老婆，老婆，我这就替你报仇。不知天高地厚，让我来送你们一起上西天。这样真好。好是好，就是容易发烧感冒。北冥辰脸瞬间黑了下来。伏羲怎么这么不解风情？怎么啦？我没有说错啊，这冷风吹着，可不就得感冒发烧吗？我很想回屋，但屋里有北冥辰，想想在院子里也挺好的。北冥辰深吸一口气，他是瘟疫吗？伏羲就这么怕他？
伏羲抖了抖身子，侧头看向不加掩饰的北冥辰。我给你讲一个笑里藏刀的故事。北冥辰挑眉，伏羲这是在讽刺他吗？刀。北冥辰无语了。伏羲见北冥辰脸越来越黑，我很累，不想运动了。那你享受就行。大可不必，因为我不是那种贪图享乐之人。伏羲推了推北冥辰，北冥辰失笑2声，将伏羲抱起走进屋里。北冥辰，你注意点，太频繁了不好，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。别说。北冥辰，我肚子疼。北冥辰饶有兴趣地看伏羲演戏，但手还是伸向伏羲的腹部，轻轻揉着。还痛吗？疼。我是不是来大姨妈了？北冥辰头顶3个问号。伏羲不是孤儿吗？哪里来的大姨妈？伏羲做事要跑，北冥辰一把捞住伏羲，他就知道伏羲是要躲避。快放我下来，我可能是要来月事了。北冥辰一愣，脸上露出了尴尬。起来将这汤水喝，我再替你揉肚子。怎么一股药味？暖胃驱寒的，来，将这个喝了，肚子就不疼了。不信，不喝，好难闻。你有没有闻到我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药香味？没有。那我怎么闻见我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药味？难道是我长出了体香？好像是和北冥辰发生关系后才有的。难道是身体升级了，附赠体香？喂，一会儿该凉了。伏羲的肚子一阵一阵疼，张开嘴巴尝了一口。11旅游想入手正品好鞋怕买贵，推荐识货 App。我买的新百伦跑鞋，识货查全网低价入手，直接便宜好几百，颜值高超百搭。像赤兔8 Pro 飞电5C 这种专业跑鞋也只要200-300，平时跑步换着穿。音速13欧文2代等热门篮球鞋也很实惠，关键正品保障，买的放心。评论区看看吧。伏羲的肚子一阵一阵疼，张开嘴巴尝了一口，好难喝。良药苦口利于弊，人人皆知的真理，我还是继续疼着吧。快点喝。生气了？这是你亲手煮的吗？是。伏羲有些难以置信，但看北冥辰的神色不像是撒谎的，脸上染上笑意，直接从北冥辰手中夺下碗，仰头一口干掉。丽佳一直不来，我还以为我怀孕了，结果还是来了。突然好想给北冥辰生小猴子。北冥辰眉心颤了颤，会怀孕的，只是现在不合适。可为什么会是小猴子？伏羲眼皮越来越重，最后睡了过去。大叔，我要的是皇室那些非常隐秘、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你给我这是什么？尸衡上下扫过伏羲，你没说清楚。大叔，你别误会，我虚弱是因为我身体不舒服。尸衡轻点了一下头，一副我懂的表情。不，你不懂。你要查什么？就算偷尝禁果了，也用不着这么开心吧？伏羲呆住了，简直想喷出一口老血。我生平第一次被别人给噎住。我要查北冥辰的母亲。怎么，你怕陈王殿下的母亲起死回生来跟你发生婆媳矛盾？你起来。不要。你起来，我满足你一个愿望。话音刚落，伏羲立马恢复原状，随手拿起文卷。这字写的真不错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月姨，我来灵犀阁查资料。要查什么？让你大叔帮你查。你一个女孩子爬高爬低的多危险，杵那跟木头一样，快点去查。尸衡讨好的神色，连连应道：陈王对你好吗？北冥辰对我挺好的。如果他对你不好，那你就直接打死他吧。伏羲嘴巴成了 O 型，这么简单粗暴吗？还有，如果他敢动手打你，那你可以让他尝尝骨折的滋味。回头月姨教你几招医术，保证能让你杀人于无形。月姨你放心吧，北冥辰对我真的挺好的。你这是爱上他了？那完了，皇室都是一夫多妻制的，你会容忍别的女人跟你分享陈王吗？我看他敢。马上大促，洗护品换新去哪买更划算？上实货 APP 替你找全网底价，金阳、舒肤佳、欧莱雅等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，还帮你找优惠券，入手更划算。佳洁士牙膏不到3块钱入手，收录店铺经平台定期严格质检正品保障，还能享实货补贴价。评论区看看吧。你会容忍别的女人跟你分享陈王吗？我看他敢。角落里的尸衡在瑟瑟发抖，这俩娘们儿又在合计什么？别生气，他要是敢有不好的心思，直接打断他的腿，这样他一辈子都是你的了。还是月姨对我好。尸衡刚找到文卷，就听见费月说了这句话，吓得腿发软。可怜的陈王，好端端的被别人猜忌，可以预想到他今后的悲惨生活。你身上怎么有一股药味？我月事来了，北冥辰给我熬了补气血的药，可能是我喝药的缘故吧。我闻着不像。
成王回来有段时间了，你没有怀孕？我不想那么早要孩子。你身上的味道，我怎么闻着像是避孕的？月爷，你是不是闻错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没有喝过避孕的草药。我没有闻错，难道是有人在下药，想要害你？你先别着急，我替你把脉看看。伏羲的心在剧烈的跳着。唉，你体内确实有不易怀孕的药，但这药对你身体没有伤害，只要停下这药便可受孕。不让怀孕，又对她身体没有伤害，停下便可以怀孕。妈的，肯定是北冥辰那丫的！立马站起身，冲着里面喊：“大叔，找到了吗？”找到了。伏羲伸手接过他手中的资料，转身向外走去。失衡看着费月，吞了吞口水，立马追着伏羲：“小希，这很沉的，大叔帮你送回陈王府。”“谢谢大叔，不用。”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失衡一脸懵逼茫然，他又怎么了？他做了什么？怎么就不是好东西了？骂陈王就骂陈王，为什么要牵连无辜？但他不敢反驳，不敢询问，只能讨好。夫人消消气，都是为夫的错。北冥辰，北冥辰，你个狗东西，给我出来！北冥辰，你丫的，老娘给你一次机会，速速给我出来！王妃，王爷与简二皇子在书房。妈的，竟然为了他的幸福生活给我下药，看老娘今天不撕了你！你那舅舅见到那些尸体，差点就变成了一具尸体。可惜啊，我没能在他眼前。要是当时再适当的气一气，说不定你就能来参加我的登基大典了。怎么了？谁惹本王的王妃生气了？你大爷！换新数码装备去哪买才更省钱？推荐识货 App， 平板电脑换新替你找底价，像苹果、华为、联想等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。新款 iPad 现在便宜快1000，赶紧入手。平台不仅帮你找优惠券，还能叠国补到手更划算。收入店铺进平台定期严格质检，筛选正品保障。评论区新人更优惠。怎么了？谁惹本王的王妃生气了？你大爷！北冥辰有大爷？他怎么不知道？北冥辰，你他妈的给我下药是不是？北冥辰心下一惊，话语噎在嗓子里，上不来下不去，眼里出现了恐慌。他听见了什么？北冥辰给伏羲下药？哟，真看不出来。嫂嫂，嫂什么嫂？你真当你是孙大圣啊？给我走开！说这事怎么办？简兆深吸一口气，你丫的天生属黄瓜的，欠拍吗？长得跟被女娲随手甩出来的一样，能活到现在，真是勇气可嘉。简兆差点一口气没上来，浑身气得发抖，胸膛起伏的厉害，努力顺着气迫使自己冷静下来。你是一介女子，我不与你计较。你计较一个让我开个眼，一个失败品，还以为自己是盖世英雄。简兆刚平复下来的心情顿时功亏一篑。你信不信我让你跪下来求我？这话一出，不止伏羲愤怒地看过来，北冥辰也阴狠十足的模样，好像下一秒就要将简兆刮皮抽筋一样。简兆见状，立马躺在地上，闭上眼睛装死。我要你今天趴在地上求我，你今天要是不求我，我就躺在这里不起来。幼稚，连脑子都是个残次品。哼，来人！话音刚落，立刻冲进来2名侍卫，见到眼前的场景，呆愣住了。只见王妃一脸凶狠地扯着王爷的衣领，王爷则是害怕讨好的弯着腰，视线再往下移，就是简二皇子笔直地躺在地上，还闭着眼睛，乍一看就像跟那魂归西天的人一样。2名侍卫对视一眼，是不是他们的打开方式不对？见过王妃，见过王爷，见过二皇子。他们看出来了，王妃都骑在王爷头上了，王爷还是一脸的讨好，这王府怕是要变天了。二皇子说房间里有些热，你们将他丢到陈王府门口去吧，让二皇子好好凉快凉快。侍卫一听震惊不已，抬起头看向可怜兮兮的北冥辰，试图让王爷发话。北冥辰紧抿着嘴唇，视线从简兆身上扫过，又看向伏羲，按王妃的吩咐执行。侍卫明了，王爷绝对害怕王妃，他们以后要多多巴结王妃了。是。简兆瞬间从地上爬起来，似是受了伤害，手捂着心脏的位置。枉我将你当成我的好兄弟，你竟然紧要关头弃我而去。北冥辰，我真的是看错你了。数码套装换新，去哪里买更便宜？先上识货 App 直接替你找全网底价，逻辑狼蛛、联想拯救者实时对比观其白补等店铺价格走势，漫步者耳机官方折扣叠国博，趁降价89入手。关键这些店经平台定期严格质检筛选，保证正品，标识安心购的还提供假1赔3和7天无理由服务。评论区看看。北冥辰，我真的是看错你了。伏羲挑眉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简兆是北冥辰的烂桃花，这一副小媳妇受气的模样。北冥辰，你愿意为了我插你兄弟2刀吗？不愿意。过来，你是我的好兄弟。简兆唰的退后一步，我从现在开始不是你的好兄弟了，我要和你割袍断义。
你自求多福吧。跪在地上的2名侍卫傻眼，一时不知该不该退下。别生气，都是我的错。侍卫悄悄对视一眼，迅速将头低下，然后默默地退了出去。哼，你有什么错？你多能耐呀！给我偷偷下药，是不是以后看我不顺眼了，直接毒药走起？我哪天横尸街头都不知道。不会，绝对不会。说为什么要给我下药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对不起，但你相信我，我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别说废话，快将石青招来。希儿，我怕。哼，你怕什么？跟了我以后，这丫的演戏是越来越好了。我怕你生了孩子，我照顾不好你们，我怕。北冥尘还想要说些什么，却又欲言又止，掩着眸子。那些不好的事儿，还是不要让伏羲知道。我生了孩子用你照顾吗？你就不会多请几个奶妈吗？抠门！北冥尘张了张嘴，很想反驳伏羲的话。他说的照顾不好，不是伏羲理解的照顾不好。伏羲见北冥尘一言难尽的表情，你还想反驳我的话？没有，我没有要反驳，希儿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伏羲听完这句话，心情好转了一些。我告诉你，我没那么容易就原谅你。好不容易抓到北冥尘的把柄，不拿捏他，怎么对得起我身体里残留的避孕药？北冥尘嘴角微扬，把柄什么的不重要，拿捏住他也可以，只要伏羲不离开他，不离开陈王府，要他做什么都行。希儿，不要生气了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不好。爽！伏羲抿唇憋笑，见北冥尘看向他，连连后退2步。我告诉你，你给我下药，这让我很生气，所以我决定了，我要回娘家。北冥尘大步上前，将伏羲抱入怀中，紧紧地禁锢着。你哪来的娘家？灵犀阁。不准！北冥尘说完，直接吻了上去。好霸道，我好喜欢呐！不行，不能表现得太高兴了。伏羲收回脸上的笑意，用力推开北冥尘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给我来这套，我不吃你这个。是。伏羲的誓字还未说出口，北冥尘又附上了伏羲的唇瓣。数码套装换新，去哪里买更便宜？先上识货 app 直接替你找全网底价，逻辑狼蛛、联想拯救者实时对比观其白补等店铺价格走势，漫步者耳机官方折扣叠国博，趁降价89入手。关键这些店经平台定期严格质检筛选，保证正品，标识安心购的还提供假1赔3和7天无理由服务。评论区看看。北冥尘又附上了伏羲的唇瓣。你别这样，我不方便。希儿，别生气了好不好？北冥尘自是知道没有再逾越之举，而是紧紧地抱住伏羲。不行，不能这么轻易地放过他。伸手推开北冥尘，跑到上位坐了下来。堂下之人，速速将实情。啊，疼！北冥尘奔上前，拉起伏羲的手，轻轻吹了起来。这么大个人了，还如此毛躁。你凶我，我都受伤了，你还凶我？希儿，我怎么舍得凶你？我恨不得将你打住！我又不是优乐美奶茶，你不用将我捧在手心里，要是含在嘴里，那就更别说了，听着就好恶心。北冥尘刚才无比深情，打算表白的话瞬间灰飞烟灭，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，还未调整好心态。别想岔开话题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我问你答。北冥尘睁开眼睛，看着一脸正气的伏羲，无奈的点了点头。他有罪，所以遇见了伏羲。乖，手感一般，有些毛躁，应该多用鸡蛋润润头发。下次用凉水应该就不会变成鸡蛋花了吧？但天这么冷，用凉水，北冥尘会同意吗？北冥尘无语的表情，想得还挺远。用凉水会同意吗？他是不会再让伏羲拿鸡蛋霍霍他的头发。说，从什么时候开始下药的？时间地点？北冥尘失笑，伸手捏了捏伏羲脸颊，被伏羲一巴掌打了下去。我们发生关系那天，花市有一道暗门，里面有一处药池。果然，我就说自从那天开始，我身上怎么有股淡淡的药香味儿？我还以为是体香。最重要的问题，为什么要给我下药？为什么不让我怀有身孕？希儿，安怀国皇室生子皆是双生子。北冥尘这丫的还学会骗人了？是真的，父亲跟皇上便是双生子。纳尼？我怕不是看了一本假书。北冥尘伏在伏羲脸颊的手动了动，唇角挂着笑意。这是真实的世界，哪是什么书？不对呀，那你还有皇上那些孩子都是单胎呀？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查检验。她是随母亲一起陪嫁过来的公主，母亲难产死亡后，她便消失不见。马上大促，洗护品换新去哪买更划算？上识货 APP 替你找全网底价，金阳、舒肤佳、欧莱雅等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，还帮你找优惠券，入手更划算。佳洁士牙膏不到3块钱入手，收录店铺经平台定期严格质检正品保障，还能享识货补贴价。评论区看看吧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查检验。她是随母亲一起陪嫁过来的公主，母亲难产死亡后，她便消失不见。
所以你怀疑是简嫣带走了一个孩子？不对呀，那皇上的孩子怎么都是单胎？我也不知其中原因。他一出生父母双亡，还被别人视为不祥，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？北明臣笑了，站起身将伏羲抱起来。我有一次夜探皇宫，无意间听见皇上说他在等陈王的双生子。什么意思啊？皇上的意思是你以后的孩子会是双生子？北明臣轻笑着点头。这双生子有什么用？集齐8个召唤神龙。北明臣笑了笑，在伏羲额间亲了一下。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应该跟安怀国的龙脉有关吧，也有可能是皇上怕我功高盖主，所以想要我的孩子，以此来要挟我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你怀有身孕，因为我还未查清楚皇上到底安的什么心。北明臣深情凝望着怀中的伏羲，满心满眼皆是爱意。我虽然有能力护你周全，但我生怕有疏忽。我不希望你和孩子以后的生活都过得提心吊胆，我希望你们永远开心。只要伏羲开心，他便开心。孩子，如果伏羲想要，那便要吧。我勒个去！听北明臣这么一说，好像还挺可怕的。这是变成宫斗剧了吗？我觉得我最多算个宫斗。别担心，我定会护你周全的。别担心，我也定会护你周全的。以后不能这么不务正业了，我要向前看，向后转。宠物们也该训练起来了，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北明臣听见心声，只有2个字：暖心。还有就是特别的暖心。低手吻上伏羲的唇瓣。我从灵犀阁带了秘书来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凌霄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？可爱、善良、直率。话还未落，便察觉到有一道摄人的视线扫视在他身上。只见北明臣手握拳头，浑身散发着不爽的气息。凌霄话语噎在嘴边，不敢再言语。北明臣很是不爽，面色有些沉。但见伏羲在身侧，便努力压制着自己的不悦。凌霄说的这些，不都是伏羲身上有的吗？难道凌霄还敢肖想伏羲？既然如此，那便杀了凌霄吧。凌霄背后一凉，身子僵硬在原地，心中骇然。开学季数码产品换新，推荐用识货 App 更省钱，平台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，直接低价入。像苹果16 Pro 立省2000多，贝斯、小米等3C 认证充电宝可带上飞机。当前已跌至常卖价6折，识货帮你挑低价，价格不到手更省钱。平台定期严格筛选，保证正品，标识安心购的更有假1赔3。评论区看看吧。凌霄背后一凉，身子僵硬在原地，心中骇然。可爱、善良、直率，好家伙，凌霄这是将从心的优点全部抓住了。果然情人眼里出师周啊！呸，出西周，出师周，出什么混？北明臣这才发觉自己误会了。可他说的这些明明是伏羲身上才有的。你怎么了？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吗？有你挺高兴。你注意点，这么多人呢。那我们回房。别闹。好，过2天我们再闹。再这样下去，就离见一个人不远了。我们的孩子吗？哼。阎王爷怕是不敢收我。阎王爷不敢收你，难道你是瘟神？北明臣，你教我认字吧。好。上面有检验的下落吗？你别着急，还剩这么多，说不定就有你想要的。就算没有，我可以让灵犀阁去查。好，我教你认字。我脸上有字。伏羲立马转移注意力，将目光落到文卷上，看着上面的繁体字，还是那种变异过的。顿时头晕目眩，耳边再次传来北明臣低沉磁性的嗓音，听着听着就很瞌睡。北明臣放下手中文卷，低目看着怀中打瞌睡的女孩，无奈地笑了笑，打算抱起伏羲去休息。伏羲察觉到有人移动自己，瞬间清醒了过来。不行，我要努力学习，以后的道路怕是不安全。你讲吧，我会努力学习的。北明臣讲解完一卷，重新又拿起一卷，张开嘴巴刚要说话，看清上面的内容后，脸色瞬间变了。简嫣在百清国有心仪之人。简嫣心仪之人是百清国的大将军，可那位大将军战死沙场，简嫣心死，便随着母亲一起嫁到这安怀国来。简嫣和母亲的关系甚好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防火防盗防闺蜜？北明臣放下手中文卷，手按在眉心。如果简嫣与母亲关系甚好的话，马上大促，洗护品换新去哪买更划算？上识货 APP 替你找全网底价，金阳、舒肤佳、欧莱雅等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，还帮你找优惠券，入手更划算。佳洁士牙膏不到3块钱入手，收录店铺经平台定期严格质检正品保障，还能享识货补贴价。
评论区看看吧。如果简嫣与母亲关系甚好的话，那母亲难产而死后，她为何消失不见？母亲当年生的是双生子吗？简嫣有没有带走一个孩子？伏羲见北冥晨一脸的忧郁，北冥晨，你别想那么多，我会陪你一起查清真相的。天色不早了，去休息吧，明日还要早些去灵王府。唉，对呀，明天灵王纳侧妃，叹什么气啊？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王爷要纳妾，改变不了啊。放心，我是不会纳妾的。不用你说我也知道，如果你敢纳妾或者找其他女人，我就先让你变成太监，然后再打断你的腿，最后一副毒药。你怎么突然想起要查皇室的事情？好玩啊！费月不知该说什么，失衡示意他稍安勿躁。小希，这皇室的事情咱们还是少参与，避免惹上麻烦。大叔你放心，就是惹上麻烦，北冥晨也会替咱们解决的。话已至此，失衡也不再多说什么。你们不用担心，咱们可是有靠山的人。月姨，这些都是让我看的吗？按照这个方子一天一副。月姨，你要说什么便说吧。小希，你和陈王才刚开始，现在要孩子会不会太早了些？好像是有些早。这些医书都是入门级别的，你带回去全部看一遍，等你有了一定基础后，我再教你其他的。月姨，你和大叔一直待在安怀国内，不闷吗？想不想去别的地方转转？我给你们放假。都老了，还去哪儿转了？没，哪里老了？月姨明明很年轻。对了，简二皇子就是简兆，过2天会回博清国。大叔和月姨要不要去博清国转转？伏羲一边说，一边盯着两人看，直到说完也没见两人脸上露出不适。月姨听见简嫣的名字，反应很明显，怎么听见博清国没有任何反应？月姨哪儿都不去，就待在这安怀国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大叔和月姨绝对有事瞒着他，但他能感觉到他们对他没有恶意。哇，徐姐，你要走了吗？你别调皮捣蛋，看不起狗仔是不是？你多注意大叔他们，多听听他们平时都说些什么。希姐，你现在要走吗？你乖乖听话，听到没有？换新数码装备去哪买才更省钱？推荐识货 App， 平板电脑换新替你找底价，像苹果、华为、联想等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。新款 iPad 现在便宜快1000，赶紧入手。平台不仅帮你找优惠券，还能叠国补到手更划算。收入店铺经平台定期严格质检，筛选正品保障。评论区新人更优惠。希姐，你现在要走吗？你乖乖听话，听到没有？戏精。施周，你今年多大啦？20啊。那你比我还大，以后别叫我希姐了。我当初打架没打赢你，叫希姐应该的。我都忘了咱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了。寺庙啊，母亲带我去过寺庙，我便认识了你。那时候咱们还是小豆丁，一转眼都这么大了。对，这么说来，我们也认识很多年了，咱们也算是两小无猜。这话可不能让陈王殿下听见。你是害怕北冥晨吗？如果被北冥晨听见了，那我就说你喜欢我。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我小时候我去找过你好多次，都是母亲要求的。是吗？应该是母亲见你可怜，便让我时时给你带了好吃的去找你。我先回去了。凌霄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月姨是真的见伏羲可怜，还是有别的原因？回去派几只米老鼠来灵犀阁安家。你怎么来了？天快黑了，过来接你回家。在想什么？你知道简嫣长什么样子吗？我有她与母亲的画像。那我回去看看。好。街道上布满了夜市，伏羲闻着那些香味儿，口水都流下来了。北冥晨，我们去逛逛吧。叫夫君，我便陪你去。夫君，北冥晨露出了幸福的笑容，随后在伏羲唇上啄了一下，冲着凌霄喊：停车！伏羲看这也想吃，看那也想吃，眼里都是对食物的爱意。哇，这个看着好好吃，那个看着也好好吃的样子，小孩才做选择，我都要。北冥晨在伏羲额间弹了一下，都想吃吗？这么多，吃撑了怎么办？不会，你不能用看普通人的目光看我，我可不是一般人，我可是不死之身。北冥晨看着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伏羲，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死之身？因为我出生到现在都没有死过呀。我可能真的是个有福之人，从小能听懂兽语，现在更是遇见了穿越，这千年不遇的事儿。嘿嘿，北冥晨脸上都是笑意，重新牵起伏羲的手，两人吃吃喝喝，一直玩到很晚，才向陈王府走去。那人是太子的随从。太子？从轩和太子早就认识，还是后来认识的？
太子想干什么？真漂亮。北明晨看着画上的女人，眸中不明的情绪。右边身着蓝白锦服的是母亲。你与母亲长得很像。北明晨是想他妈妈了吗？我也想我妈妈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。北明晨听见伏羲的心声，情绪瞬间低落了下去。伏羲还想着回去，是不是只要有机会，伏羲就会抛下他，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？北明晨，你还好吗？北明晨压下想要囚禁伏羲的冲动，努力平和心态。如果我与你的母亲同时掉在水里，你会先救谁？啊？伏羲有些哭笑不得，抿了抿嘴唇，上下打量过北明晨。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？我是孤儿，没有母亲，这问题不都是女人问的吗？北明晨噎住了，是他太急了，竟然将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。每个人都有母亲，只是你没见过你的母亲而已。随后紧盯着伏羲的眼睛。如果有一天你能见你的母亲了，你会抛弃我吗？伏羲想都没想，开学季数码产品换新，推荐用识货 App 更省钱，平台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，直接低价入。像苹果16 Pro 立省2000多，贝斯、小米等3C 认证充电宝可带上飞机，当前已跌至常卖价6折，识货帮你挑低价，价格不到手更省钱。平台定期严格筛选，保证正品，标识安心购的更有假1赔3。评论区看看吧。你会抛弃我吗？伏羲想都没想，直接摇头，不会啊。见妈妈为什么要抛弃北明晨？搞不懂。北明晨不安的心情缓和了一些，但还是没有安全感。那如果我和你的母亲同时掉在水里，你会先救谁？我也跳下去，咱们3个一起喊救命，行不行？如果我与你母亲同时掉在水里，你会先救谁？我会先救你。那你的母亲怎么办？母亲自有父亲相救，而你有我。伏羲看着北明晨满是爱意的眼神，只觉得全身发热，心跳扑通扑通剧烈的跳着。北明晨好暖，好撩啊！该回答我的问题了。北明晨，我没有父亲。从今以后，你有我。伏羲抬眸看着北明晨，认真且坚定的神色。你好像从来没说过你爱我。北明晨听闻，一手扣住伏羲的后脑，一手禁锢住伏羲的腰肢，低头吻了上去。伏羲被北明晨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懵，但他并未挣扎，而是伸出手臂环住北明晨的脖子。许久，北明晨才松开伏羲。北明晨，非要让我亲你，才能让你知道我有多爱你，是吗？伏羲睁开双眼看向北明晨，脸颊染上了红晕，心脏扑通扑通快速跳动着。去沐浴吧。伏羲直接翻了一记白眼儿。别急，等过几天我一定满足你。扔个铜板吧，如果摔碎了我就满足你。你确定？不能糟蹋银子，还是算了吧。沐浴后早些休息，我还有点事。米奇，米妮，等了一阵儿，不见有米老鼠出来。米奇，米妮 ，Hello， 你们在吗？他们在睡觉了。伏羲黑脸，身为老鼠，大半夜的睡觉，真是不务正业。你们这些死老鼠，给我出来！希姐，有事吗？安排3只鼠去灵犀阁安家，主要听听大叔月姨都说了些什么，再安排3只去皇宫监听太子。哦，明天吧，今天很晚了，去别人家不礼貌。那你们怕不怕今晚横尸街头啊？米老鼠们吓得后退。我们马上出发。你们也别闲着，分2批跟米老鼠一起走，他们不能去的地方你们去，学机灵点，别一巴掌被人给拍死了。蟑螂和蝎子停止了爬行，互相看了一眼，太他妈的过分了，真想咬死他。伏羲冷哼一声，一巴掌直接拍死一只蟑螂，随后看着那只愤愤不平的蝎子，你要替他报仇吗？蝎子不敢动。我会替他们挨的。那啥，我回去赶紧吩咐他们出发。希姐你就放2万个心吧，把你们的私货交出来，反正你们也要走了。好的，希姐有话直接吩咐，我们一定照办。友情提示一下，鸟不好吃。别怕，我不需要你们上刀山下火海，我只需要你们跟着太子，看他去了什么地方，见了什么人，要是能听见他说了什么话，我就更爱你们了。那些鸟面面相觑。那要是我们听不到他说了啥，你还会爱我们吗？如果你们听不到，那外面的林子那么大，里面什么鸟都有。姑姑，保证完成任务，专业。妈妈呀，不会是那只鬼吧？一瞬间，伏羲拔腿就跑，但下一秒就被人揪住衣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讹我，你心脏疼是不是有心脏病啊？我只是个弱女子，没有多少力气的。
伏羲转头看了看周围，见无一人发现陈王府进了陌生人，不用猜就知道是陈王府出了内鬼。哼，不要脸！我奉劝你不要挣扎，兴许还能少受些苦。你的奉劝我不接受，我奉劝你趁早离开，不然你会死得很惨哦。黑衣男子不屑地冷哼一声，想他可是数一数二的高手，刚才摔在地上，肯定是地上太滑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。隔壁二大爷走的时候，脑袋都比你现在清醒。身为女子，嘴还是不要那么毒。快走的人了，怎么还爱多管闲事？放心吧，我会给你烧头驴的。没事你们就去犟两句嘴。黑衣男子气得浑身发抖。身为男子，我奉劝你还是别吼，要是引来了王府里的侍卫，那你可就真的插翅难逃了。真是的，虽然不知道谁要请我去喝茶，但看看你就知道那人不是很聪明。黑衣男子听着气急败坏，他此刻只想抡起拳头打死这个嘴贱的女人。你还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吧，身为杀手如此暴躁，一看就不合格。老实说，你是不是走后门了？黑衣男子差点被气出血了，抡起拳头朝着伏羲打去。讨厌，干嘛弄了人家发型？我的头发做错了什么？你干嘛要把它吹起来？你个怪兽，我要让奥特曼炸死你！受死吧！怎么，你要用你的大块头身躯撞死我吗？人真的分很多类，有的对社会有用，有的对社会有点用，而你虽然有用，但起码编不下去了，还是直接消灭了你吧。真没想到你还会武功，不过像你这么嘴贱的人是应该练点武功，不然很容易就被人给打死了。像你这么爱多管闲事的人，想必经常被人给打死吧？阎王爷把你拉黑了吧？所以你现在是孤魂野鬼？你不会就是隔壁走了的二大爷吧？就算你说破天了，今天也难逃被我们带走，这四周可都是我们的人。你身上的黑色披风真的很不错，一会儿可以直接当成裹尸布。阿嚏！对面男子转头看了一眼，知道自己队友出动了。阿嚏！真恶心，鼻涕都从里面流出来了。成天待在陈王府，快要闷死了，不如出去旅个游，而且还包吃包住，完美。可北冥尘找不到他，担心怎么办？那给北冥尘留个记号吧。男子摘下面罩，握拳想要一招擒住伏羲，就见伏羲晕倒在地。别装了，我知道你醒了。伏羲听见声音也不打算装了，刚睁开眼睛，一把剑架在了他脖子上。伏羲瞬间来了精神，直起了身子。哎，凉，你把剑取下去，这大晚上的怪凉的。看清女人的长相后，有些惊讶，一定是她头晕目眩了。闭上眼睛摇了摇，重新睁开眼睛，很是吃惊的语气：纪宁公主。纪宁唇角扬起冷笑，嘲讽的眼神看着伏羲，眼底露出杀意。我好像没得罪过你吧？纪宁嘲讽的笑着，并不言语。有病！纪宁见伏羲死到临头还这么淡定，心里不甘和嫉妒涌上心头。伏羲看着自行脑补的纪宁，大概也能猜到是什么原因。唉，你就算是嫉妒我也没有用啊，我长得就是比你漂亮。唉，北冥尘就是宠我，还使劲的宠我。纪宁看着挑衅他的伏羲，真想一剑刺死他，但想到那人带他出来时说过的话，又微微侧目看了一眼站在周围的几个人，压下心中的想法。不急，等你死后，北冥尘会有新的王妃，你会从他心里一点点的消失。哼，我当然不急，但我掐指一算，你可能很快就会命不久矣。生命就像那光一样，一点点的消失，抓都抓不住。纪宁听见伏羲的话，很是不屑，也不打算回怼过去。只要完成那个人交代的事情，他就不会回到宁长国，更不会去当什么太子妃。抬起手，身侧女人立刻走上前，掏出一个小盒子递到纪宁手中。哎呦，这盒子不错，还带着金丝银边，一看就很值钱。等会儿跟这个小公主商量一下，我把里面的药吃了，让她把盒子送给我。这可是失心丹，服此丹者灭情绝爱。那人会得失心疯，无忌出处不明身份，不出3月便会暴毙身亡。还有药效，3合1疗程，要不要早晚温水服用？戒酒戒辛辣呀！伏羲看着那颗药丸，又看了看眼前闪着光芒的纪宁，抬眼憋笑。这不就是一颗麦丽素吗？什么东西？我劝你张嘴乖乖吃了，免得受苦。
是不是肠胃不好，嘴里一股浓浓的味道？有研究失心丹的时间，不如去找大夫看看你的口臭的毛病。真是的，那味道比我便秘的味道还冲。纪宁气急败坏，刚要说话，想起那日在皇宫里看到的场景，这女的嘴皮子功夫很是厉害，他还是不要与她搭话了。离我远一点，我真怕一个不小心就亲上我，我想我可能会吐。就他这瘦弱的身躯，挨不住我一巴掌，还敢如此蹦跶。纪宁闭上眼睛，压下心中怒火，捏伏羲下巴的手开始用力。你看你指甲有多长，该剪了吧，刚才都抠到我的肉了，可疼了。纪宁不想与伏羲废话，再次上前，手刚搭在伏羲下巴处，房门就被人一脚踹开。北冥晨，他欺负我，他还捏我下巴，可疼了，呵呵，我害怕。北冥晨大跨步上前，飞出手中的利剑，利剑直击在纪宁的身上。北冥晨眸中尽是狠厉，竟然敢对伏羲下手，迅速扔出几枚飞镖，飞镖直击那几个人心脏处。伏羲咬着手，面带惊奇地看着一切。哇，北冥晨帅极了，帅呆了，酷毙了，简直无法比喻了。北冥晨跨步上前，将伏羲拥在怀里，低头温声说：有没有受伤？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被人绑架了？我刚进府中，便见你被人掳去。总觉得这货有事瞒着我。北冥晨眸子闪了一下，情不自禁地摸了摸鼻子，有些心虚。你不是出尘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北冥晨这才记起还有纪宁这个人。你不能杀我，我可是宁长国的五公主，我还是安怀国的太子侧妃。你只是一介王爷，你有……话还未落，利剑就已经刺穿他的心脏。公主算什么？太子侧妃又算什么？只要敢动伏羲，本王敢杀任何人。北冥晨，盒子，那个盒子，盒子怎么了？你不觉得那个盒子很是好看吗？而且还镶着金丝银边，绝了！北冥晨嘴角抽搐，很是无语，抬步继续往外走。明天我让人给你打造一个纯金的盒子。你所有的钱都在我手里，你哪来的钱给我打造纯金盒子？北冥晨低头看了伏羲一眼，张开嘴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，索性不说话，直接走出房间。尸体扔到宁长国，查清楚背后之人是谁。是。哇，你个小没良心的，这么久才来看狗仔。你有良心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，也没见你来看看我呀。我是狗。哼，陈王府又没写不让狗入内。施粥和师娘师傅在暗阁交代你的事情，可有进展？师傅没什么动静，就是师母说了一句什么小溪要查检验，要是惊动了他，师母就说到这里，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被师傅给制止了。大叔，月姨看完了，还挺快的嘛。我以为这几本书你得看1个多月。那是，要不是我被那什么南童国的国师追杀，就这几本书我2天就看完了。费月接过包袱的手一顿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殆尽，眸子里闪过惊恐。失衡眸子一缩，不动声色地呼出一口气，随后放下手中茶水，轻咳一声，示意费月不要太慌张。那你没受伤吧？伏羲将2人动作都看在眼里，我这么厉害，那什么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说大话，确实没人能抵得过你。大叔，北冥晨父母亲死亡的事儿和检验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？事隔20多年了，想查真相没那么容易。施粥比我大好几岁，我还一直让他叫我西姐。是啊，小周比你大3岁。月姨，你教我医术吧。费月点点头，小西多学点东西，对他以后是有帮助的。如今那人出动了，只怕今后没有安生日子。大叔，安怀国皇室双生子，为什么一个那么长寿，一个却早早夭折？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普通人都是1胎，但如果是双生子，那营养肯定供不上，这样就会有一个孩子先天发育不良，生下来早夭也很有可能。那为什么当今皇上生的孩子都是单胎，北冥晨父亲也就生了北冥晨1个孩子？这我们怎么知道？你下次进宫直接问问当事人不就行了？大叔这么忙，不若你帮我去问问当今皇上吧。你呀，怎么近半年变得如此顽劣？月姨，那我明天早上就来灵犀阁。好。纪宁是被人指使的？对，那人是南通国的女国师。我不认识什么南通国的女国师啊，她为什么要给纪宁好处，让纪宁来杀我？你不用担心，一切有我。
我不担心，可我想知道为什么那个女国师不会是嫉妒我长得比她漂亮吧？我猜那女国师是想让纪宁杀了你，然后她再将纪宁扔出来，从而让我灭了宁长国。世人都知道宁长国求和了，而安怀国也答应了。如果你现在灭了宁长国，那别人就会嘲笑安怀国说的话如同儿戏一般。以后打架要是想和别的国家联盟，那些国家都会想到宁长国的下场。希尔真聪明，南通国和安怀国是对立的关系，两国自20几年前大战后便一直井水不犯河水。南通国国师要杀你的原因恐怕不止这么简单，还得细查。伏羲嘴巴成了 O 型。别担心，我会派高手来保护你。先去用早膳吧。原来那些电视剧里好听的人名都是用中药名取的，长知识了。我以后也要中药起名。铁柱的名字叫腻了，该换一个了。这个两面真挺不错的。将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。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他们很小心的，从不在外说什么。继续探查，学机灵点。干嘛这种眼神，跟一头饿狼似的？那个安怀国是不是要和南同国打仗了？北明臣，你怎么了？希尔可是有事瞒着我。没有。我说过，小孩子不乖是要受到惩罚的。我没有啊。我话音未落，北明臣便封上了伏羲的唇瓣。许久，北明臣抬起头来，提前坦白可以少受折磨。北明臣肯定是在诈我，连妈妈都没有发现我能听懂宠物的话，更何况北明臣。北明臣听见这句话很是高兴，如此他便是伏羲最亲近的人，比他母亲还要亲近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想清楚再说。伏羲与北明臣四目相望，坚持着最后的倔强，摇了摇头。如果希尔非要坚持，那等会儿别像前2日一般哭着求我。敌不动我不动，敌一动我就哭。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当真是惹人怜爱。那便请公主好生等着。直到1个时辰后，这男人还没有要结束的意思，江南之才知道他体力方面也很强。让开！门外，谢玉清疑似听到屋里的动静，面色沉沉。他听到风声赶来，想看看江南之，结果他身边的丫鬟却拦他。屋内的动静不算太小，他细细碎碎的听到了一些。公主正在休息，小侯爷不能乱闯。我且问你，江南之到底在做什么？小侯爷怎可直呼公主名讳？你知道公主是最听我的话的，你拦我就不怕公主责罚吗？三公主及祭宴开始前，公主一定会起身的。平时也不见小侯爷这么关心我家公主，现在公主在休息，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搅。江南之究竟做了什么，如此见不得人？谢玉清脸色不太好。三公主的及祭宴开始前，她听到人窃窃私语，说是公主中了脏药。静香言语如此闪躲，难道屋里真藏人？我倒要看看公主房里究竟有谁！让开！不能进去。屋内听到动静的龚应涵反倒像是更为恶劣般，慢悠悠地拖延着她。他来了，公主慌了吗？闭嘴！你不要脸，我还要呢。